哎，敏姐，喝个茶派。谢谢。你看什么呢？时间和地点都是临时决定的，就连发言稿也是半小时前才给到他的。明摆着不把新总裁当回事儿，真替他担心。这可是他第一次亮相，要是搞砸了，他在第1就无法立足，这就叫下马威。下马威。Amy，舒总，我在这儿。怎么样？都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我怎么没看见提词器啊？提词器，没说要准备提词器。没准备。我们什么时候开发布会不需要提词器了？舒总，那个清单上是有，但是被划掉了。我问过市场部，他们说不需要。不需要。啊，是这么说的。各位大记者都是我们迪尔的老朋友了。最近我们公司状况非常困难，拜托大家多给我们做些正面报道啊！谢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啊！张主编，哎呦，在这儿看你好，你好，都在呢。Stella， 有点事儿跟你说一下。我失陪一下。先喝着，先喝着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们今天工作有点疏忽，提词器忘了准备了。我知道啊，是我让取消的。我一直觉得使用提词器、官僚气太重，不符合公关风格。以后咱们第2的活动，提词器一律取消。江总，啊，实在不好意思，一会儿只能靠你自己了。今天我忘了准备提词器。可他们说有提词器的呀，那万一我说错词儿了怎么办？能背多少是多少，实在不行就照着稿子念。照着稿子念，那些媒体会不会觉得我特别没有诚意呀？不会，时间紧迫，他们会理解的。对不起。接着背。好的，就这么决定，怎么办 Stella， 时间到了。 ？OK， 走。哎，米姐，为什么他明明穿的是正装，可是我总觉得哪儿不对劲儿？因为他年轻啊，他怎么穿都不像个老总。大家好，我是江达林，感谢达林传播董事会对我的信任。从今天起，我接任公司总裁。你居然要当总裁？站在这里，我的心情非常复杂。最近一段时间，网络上有很多对达林传播负面的报道，甚至是极不负责任的谣言。老大，谣言止于我已经把田螺送走了。我们的态度是诚实面对质疑，绝不回避问题。但是，对那些别有用心的造谣者，我们在表示非常愤怒的同时，做好了用法律来捍卫自身权利的准备。不过你对他也真够大方的，一出手就是50万。那50万是他应得的，协议签字了吗？目前，达林传播运营正常，你自己看业绩稳定。我知道，很好在我肩膀上的担子很重。面对残酷的市场竞争，我做好了迎接挑战的准备。3年以内，他不会回国，也不会发布关于耿月的任何消息。这就是付给他50万的代价。但更有信心，在各位合伙人的支持与配合下，带领公司走出困境。你就不适合打官腔。感谢长久以来媒体朋友的支持，
愿达林传播明天更加美好。谢谢。厉害，一字不错，背弓以礼。虽然是个菜鸟，但也算孺子可教啊。看人呢。一个小傻瓜的就职演讲。江总，请问令尊江远鹏去哪里了？对不起，这个问题和今天的发布会无关。怎么会无关呢？要不是因为令尊突然离开，你怎么会突然接任 DL 的总裁？你知道江远鹏去哪儿了吗？我不知道。你是不知道，还是不想说呢？我真不知道。那你作为江远鹏的女儿，对鹏坤基金出现的问题有什么看法？无可奉告。请问江总，鹏坤基金出现的问题对 DL 的影响有多大？打算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弥补？你们有没有想过用 DL 的利润来弥补鹏坤基金的亏空？今天是你上任的第1天 ，DL 传播公司就被人用油漆给泼了，这件事情你怎么看？我刚刚回国，对这些事情一无所知。您的意思是说，您是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接任 DL 传播总裁的吗？您指的是对鹏坤基金一无所知呢，还是对 DL 传播的情况一无所知，还是说您对公关这个专业领域一无所知呢？请您回答一下。被人用油漆泼了门，却不选择报警，这是出于什么道理啊？是不是因为你们知道泼油漆的人就是鹏坤基金的受害人，所以你们不敢报警？那些因为鹏坤基金而受到严重损失的投资人，你有想过如何去补偿他们吗？请问有什么具体的补偿计划吗？听说现在有好几家公司都暂停了与你们的合作，请问你们对此有没有采取任何的措施？因为鹏坤基金而受到损害的人，你知道他们现在过得有多艰苦吗？对此你有什么想说的？据我所知，您今年只有27岁吧？这个年纪当总裁是不是还年轻了点呢？那么请问你是否有信心带领 DL 传播继续向前呢？江总，你总该说几句吧？说几句吧，你总得回答，不能逃避问题。江总，请您回答一下我们的问题。这位记者朋友，你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来说一个女孩子的年龄，是不是有点没礼貌啊？你刚问27岁的我有没有信心带领 DL 继续向前？我想问你，康熙8岁登基，甘罗12岁拜相，霍去病17岁大败匈奴，圣女贞德带领士兵解除奥尔良之围的时候，也只有17岁。扎克伯格创办 Facebook 的时候，只有20岁。你怎么不去问问他们呀？问问他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哪里来的信心？或者说，你问问你自己，为什么都40多岁了，还这么没有信心呢？你说谁40几岁了？我刚刚才35。我看着像，不好意思啊。你是说？还有这边，假如你在南京路有一个肉包子店，在华市有一个菜包子店，现在菜包子店出了问题，而肉包子店经营良好，那你该怎么做呢？你是不是应该竭尽全力的保住肉包子店不被菜包子店所牵连呢？还有你，现代公司全都是有限责任，大股东怎么有权拿肉包子的钱填补菜包子的亏空呢？你笑什么？我喜欢吃肉包子。各位记者，你们问问题能不能专业一点，有点起码的常识？公司被泼了油漆，你们问我为什么不报警？我想问你们，如果你们被狗咬了，是不是要反咬狗一口呢？又怎么了？狗敢咬我，我就咬狗。鹏坤基金的问题悬而未决，大量的投资商面临血本无归的情况，这一切都跟令尊江远鹏先生脱不了关系。请你不要胡乱攀扯，顾左右而言他。是我胡乱攀扯，顾左右而言他吗？好，我正面回答所有的问题。第一，鹏坤基金是我父亲江远鹏和杜少坤联合发起的，
但 DL 和鹏坤基金没有任何资金上的往来，二者之间没有关系，所以我们不需要为鹏坤基金的问题负责任。第二，我的父亲江远鹏只是暂时有事，不能亲自出面，目前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出了问题。第三，对类似泼油漆这样的恶劣行为，我们公司保留用法律追究的权利。发布会到此为止，谢谢大家。怎么能这样就走了呢？我们还什么情况呀？是啊，说走就走了。对啊，我们还没有谈好。各位请安静一下。各位嘉宾，各位亲爱的媒体的朋友们，大家好。今天是我们 DL 新任总裁的新闻发布会。江达林经验不足，如果他在言辞或者情绪上有不周到的地方，我替他给各位道个歉。咱们这么做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？你是说我撤掉提词器吗？提词器是你安排撤的？是我安排撤掉的。我是说，刚才记者在围攻的时候，多少应该帮他出面缓解一下。这是一场考试。如果我们出面帮他，那就是作弊。我觉得刚才他前半段表现得还不错，至少全背下来了。但是后半段搞砸了呀，那背完了有什么用啊？现在记者全都被他得罪了，他倒是跑了，以后我们麻烦多了去了。那帮记者啊，就是欺负他年轻，所以才咄咄逼人。只不过没想到被江达林这么犀利的给怼了回去。物极必反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如果我们一味的谦逊、避让，只会让大家觉得我们是心虚。像江达林这样，虽然无理，但更能彰显出我们第二的态度，挺好的。他总算过了这第一关了。行，喝一杯吧。喝什么喝呀？那帮媒体的记者很能喝的，一会儿有的你应酬。你好，您的酒，请慢用。咱们俩还挺有缘分啊！不是你谁啊？你不认得我了？泡妞找别人。泡妞？我坐这儿泡我的比泡你的多，信吗？提醒一下啊，前天晚上就是这个位置，我陪你喝了4排龙舌兰。还是我替你付的酒钱，我还以为是骗色呢，原来是骗钱啊！放心吧，骗钱骗色我都不会来找你。那天晚上你喝多了趴在这儿，我还问你，要不要我帮你打电话叫你朋友来接你啊？帮你？帮我。后来我有事要先走，走之前是我买的单。比利比利比利，24个比利，记得了吧？你也写了24个比利啊？一个女孩一个人在这喝酒，感情问题啊。我为什么要告诉你？想起来了，记得我是谁了吧？不认识。不认识我是吧？那还钱，我没有请陌生人喝酒的习惯。我不记得有人帮我付过钱。一个堂堂 DL 新上任的总裁，几杯酒钱还赖账。你怎么认识我？你谁啊？我是谁你管不着，还钱。不是你凭什么说我欠你钱？有人能证明吗？你好。别闹了，那天根本就不是他。我知道 ，Kevin 呢 ？Kevin 今天休息，想喝什么我帮你调。龙舌兰一样的。哦，好。等等，买单。麻烦下次骗人功课做足一些，谢谢。2位一起吗？我自己来的。哦，好。
我还是第一次遇见喝霸王酒的女孩。斯黛拉，陈主席，快请进。好久没来我们DL了。是啊。来，快走。好。无事不登三宝殿吧？还真被你说对了，斯黛拉。关于今天的颁奖礼啊，有件紧急的事儿想请你帮忙。您说。昨天魏哲那边呢给我打了个电话，说这个年度最有价值独立公关人奖啊，是一个分量很重的个人奖项，希望能够由在行业内各方面都资深的人来颁这个奖。我没有明白您的意思。他想这个颁奖人能不能换一换？他认为我们DL的总裁没有颁奖资格。不是这个意思。江达林虽然说是你们公司总裁，但他资历太浅，魏哲那边觉得不匹配呢，也是情有可原的。昨天的这个新闻发布会啊，又闹出不少新闻，再加上最近的彭坤案，魏哲那边要求组委会换人，我也只好来找你商量了。我的意思是，你给我个面子，这个奖项啊，由你来颁，我觉得很合适啊。我觉得不合适。江达林江总虽然刚刚上任，可总裁就是总裁，只有他才能代表我们DL传播。再说了，现在临时换颁奖人，传出去会引来非议的。斯黛拉，你这样我很为难啊。现在为难的人是我。陈主席，您请。好，谢谢。对了，陈主席，有件事情我没有弄明白，这颁奖典礼还没开始呢，魏哲怎么知道自己获奖了？他不仅知道自己获奖了，反过来还选颁奖人。咱们公关协会什么时候开始有黑幕了？您可是主席，不能助长这种风气啊，你说是吧？老大，本来给你颁奖的人是江远鹏，可他现在跑了，就换成他的女儿江达林了。你不同意，我就去找了陈主席，他都答应我给你换一个颁奖人，可现在就反悔了。你说这都是什么事儿啊？说重点。重点就是这件事，他们到现在才告诉我，这不明摆着不让咱们有回旋的余地吗？不行，等一下我要去找一下那个陈主席，如果他还不肯退让的话，我建议我们打道回府。这点破事都办不好，别当我助理了。你以为我给你当助理很容易啊？哎，回头看，红毯走惯了，又耍酷呢。又见面了。肚子都这么大了，还过来凑热闹啊？礼服挺好看的，是为领奖做准备的。不用讽刺我，我知道你牛。哎，我觉得这个什么颁奖礼啊，别费劲了，干脆每年直接把奖杯送到你家得了。哎，还是你有眼光。哎，年年拿奖，不腻吗？早都腻了，所以你得加把劲儿啊！明年看你的了，不然每次穿这么漂亮的礼服多浪费啊！嗨，圈里人把他当大神，他就是一个神经病。狗爱神经。舒总啊，好久不见。陈总真是贵人多忘事。上个星期二，我们还在飞扬集团的会议室聊过天呢。是吗？你看你，我这个人啊，对于手下败将的惨痛经历，是不愿意主动提起的。那我正好恰恰相反，我对于手下败将的惨痛经历，总是喜欢见一次提一次。
我怕有些人忌打不忌吃。做人要厚道。到底分对谁了？说的就是他，焦虑症。我听说啊，焦虑症有轻有重，重了可不就是精神病了？精神病？不至于吧？这要是情绪控制不好，指不定干出什么事儿来。我听说啊，这种人都有双重人格，表面上看着温文尔雅，背地里啊可变态了，得防着点儿。那按你这么说，以后哪个客户敢用它呀？哎呀，你俩积点口德吧，好歹人是个病人。了不起呗。看什么看？挺巧的呀，看你今天的打扮，也是来参加颁奖典礼的吧？你都能来，我为什么不能来了？看来这个颁奖典礼门槛也不高，什么人都能来参加。门槛是太低了，欠钱不还的人都来了。心胸狭窄。什么时候还钱啊？老大，我已经跟陈主席沟通过了。要不你还是把我给开了吧？陈主席还坚持让江达林给你颁奖。这奖不要了。你先冷静一下，我已经旗帜鲜明地跟他们表达了我们的态度，所以他们临时决定，让民事公关的 CEO 袁素和江达林一起给你颁奖。这袁素好歹也是公关圈的大佬、前辈，也够分量。要不你就勉为其难，行吗？老大，我们进去吧。亲爱的各位来宾、女士们、先生们，亲爱的各位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王楚，欢迎大家来到2018公共关系协会年度颁奖礼的现场，欢迎你们。老大，颁奖典礼开始了，你可以进去了。再等会儿吧，我感觉有点闷，喘不过气儿来。你没事吧？这多宽敞啊，喊一嗓子都有回音。老大，保持风度。哼。帅吗？首先要颁发的奖项是2018年度最佳公关传播机构。我们有请颁奖嘉宾，公共关系协会会长张德森先生，国际超模方醒小姐，有请二位。什么事儿啊？急着把我叫出来？紧急状况，需要你调整一下。刚刚大会陈主席找我谈了，那个最有价值独立公关人的奖项，需要你和民事公关的老板袁素一起来颁发。为什么呀？因为魏哲觉得你资历不够啊。嗨，那资历不够我就不颁奖了呗，又不是领奖，我争什么呀？你严肃一点行不行啊？你必须要争，这不是代表你自己，这代表着我们第二传播。每年这个奖项都是由你爸爸来颁发的，这代表着你爸爸和我们第二传播在这个行业的江湖地位。待会儿你必须上台颁奖。知道了。
下面我们要颁发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奖项——年度最有价值独立公关人奖。下面我们有请颁奖嘉宾达林传播总裁江达林小姐、明视公关 CEO 袁素先生，有请二位。大家好，我是江达林。大家好，我是袁素。过去的3年，这个奖项一直没有悬念，都颁给了魏哲先生。不知道今年是不是会有不一样的惊喜？江小姐，请。谢谢。获得年度最有价值独立公关人的是魏哲。这边，记得走安全通道，不要走电梯。来啦！快！能走快一点吗？咱们是在逃命吧？给你顶着个8斤的肚子，你走快试试看。大家不要急。我只是跟他们说你有焦虑症，神经病是我那2个姐妹，她们添油加醋，她们说的，不是我说的。你喊救命的时候，姐妹去哪儿了？不都跑了吗？可以，走。求你了，大小姐，咱们真得走开2步，行不行？你怎么了？肚子疼。不会吧？我觉得我要生了。你别胡来！我跟你说，哎，快，大家跟上！你想想，你要把孩子生了这儿，你将来怎么跟孩子解释啊？还有，你在这生孩子，我怎么办啊？坚持！不行，我想坚持，但是我坚持不住。我打120。坚持点！120吗？就有人要生孩子了，在消防通道。不行，我走不了了，我求求你，我快死了，我听话，走吧。我求求你让我死了，我才是我死了。我不行了，我得坐会儿。你别坐这儿啊。往后点。哥头，求你。
接生过，你好歹是个女的，你基本常识得有吧？我不知道。别讲，好，我来，有我在，我想想，哎，我想想。我羊水破了，魏哲，我羊水破了，救救我！救救我！独自把痛隐藏，总有一天它会消散，眼神的倔强。吐气，沿途的放松，吐气。别紧张，吸气。不必永远伪装逞强，看着我，使劲。使劲。使劲。别害怕，面对那些熟悉的目光。别忘了有一道光，是你内心最初的坚强。别忘记希望的力量，它一直都在。往后退。病人需要消毒清创，你不能进去。好，我知道。别忘了还有未来，唤醒内心的骄傲，其实就还好。你不能进。给我把包被拿一下。护士，孩子怎么样？挺好的。我想进去看看。你怎么回事啊？你老婆都快生了，大着个肚子，你带她瞎跑什么？这样对孩子多危险啊！你怎么当爸爸的？啊，您误会了，我不是他爸爸。那你看什么？别捣乱啊！我的天哪！我看那条新闻差点吓死我了。那孩子真生在消化通道了？不是打了马赛克的吗？哎，我还挺上镜的。上镜，都能当演员了你。不是，生孩子的是孕妇又不是你，你吃这么着急干嘛？你慢点呀。哎，我今天为了穿这条裙子，我一天没吃饭，结果爬那么多层楼梯，我都扁了。你都这么瘦了，什么裙子穿不进去？哎，今天见义勇为那男的我认识，真没想到他能干出这种事情。英雄救美啊！那孕妇一点都不美。谁呀？长得帅吗？孕妇啊，我说见义勇为那个男的，生了你也不认识。这组委会也太没有创意了吧！你看看，每年的奖杯做的一模一样。路易斯，你跟组委会说，如果明年奖杯还做成这样，我就拒绝领奖。你不是不打算做独立公关人了吗？别的奖我也得拿呀。好，我去跟他们反映。老大，根据你的要求，年销售在1个亿以上、3个亿以下，规模在50人到200人之间，实行合伙人制度的传播公司，全部都在这里。我稍微往外面放了点风，已经有好几家闻风而动。
老大，你真的想好了吗？其实我跟着你单干也挺好的。这里面怎么没有 DR 传播啊？因为你不会去啊，你还嫌他们不够乱？赶紧给我准备一份 DR 传播的详细资料。不会吧？世事难料，先备着。Stella，您的咖啡马上给您送过去。好的，谢谢。 Stella， 这份文件需要您签个字。好的，我看看。Stella 早。早。咖啡的温度我试过了，正好。谢谢。对了，您的电脑更新好了，您看一下。是最新版本吗？对。 华阳的高总提了4个问题，我准备了一下，你看这么回答行吗？大姐，你怎么什么都不吃热的呀？你多少吃点啊！我要保持体型的，月底还有个试镜呢。你已经很瘦了好吗？你要什么都不吃，我会有负罪感的。我又没有受伤，我的心灵不需要安抚。恶毒的女人，你必须吃，你得陪我。好，那我就勉为其难的吃一口啊！我吃。你受累了。说说吧，什么事情把你气成这个样子？吃这么一大堆。我想好了，必须要找个人帮我。不会是我吧？专业方面的事情你肯定是不行了，但是你可以帮我找人呢。现在整个公司上上下下全都听 Stella 的，达林传播很快要变成 Stella 传播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必须要找一个专业的人来拯救我。可是我身边除了我妈，就剩下你了。我妈肯定是不行了，所以这个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就交给你啦。你妈怎么不行？你妈明显比我更靠谱呀！哎呀，自从我爸出事之后，我妈就特别烦躁，我不能再给她添乱了呀。再说了，你是谁呀？你可是帮你呀，你能力多强啊？你不来谁来？是吧？行吧。最近斤两怎么样？和平时差不多，每个月都是3天左右。左侧卵巢有点小，有早衰的迹象，这个要引起注意了。等一下去测个激素水平。哦，有孩子了吗？还没要呢。想要孩子的话，可要抓紧点了。哦。教的学生大部分都是外企高管，你要找的人有什么条件？我让他们帮你物色。听好了啊，第一条得懂专业，就算不能秒杀 Stella， 也不能让 Stella 挑出毛病来。第二，他得要有能力，能给我带来业绩。你想啊，我在公司要没有业绩，我怎么站得住脚啊？对不对？第三，得要会带团队，懂管理，顺便给我当老师教教我。第四，很重要，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条，就是忠诚，对我绝对的忠诚。没了，没了。江大林啊，
你这简直就是在找一个大内总管呀，还得是9000岁的那种。